欢迎来到巧照咖，我是巧儿。这个月的影片呢，都是走简单不流汗系列。那上周呢，跟你分享了如何自制优格，还有自制谷麦片，那很好吃，很实用，而且可以帮你省钱。那这周呢，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如何做免揉的欧式面包。那这个面包呢，很简单，适合新手操作，而且你也不需要有搅拌机。那它呢，低糖无油，所以呢，不管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你都可以切个几片来吃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材料，因为免揉面包，我觉得遇到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面包容易吃起来味道有点单调，因为它原本的配方啊就只有高筋面粉，然后油啊，然后盐，一点点糖这样，所以做出来的面包呢，风味就不够丰富了。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配方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因为它有3种面粉，有高筋面粉、裸麦面粉跟全麦面粉。那裸麦面粉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有点淡淡的这个灰色。然后英文呢是 rye flour， 那它对面包的风味有蛮大的一个影响。那你这时候就可能会问我说，乔儿，那如果买不到裸麦面粉，或是我不想要买怎么办呢？那你可以用全麦面粉替代。全麦面粉呢，它有点这样子咖啡色，所以今天我们做出来这个面包最后会呈现一点淡淡的奶茶色。那这时候可能又有人问说，乔儿，如果我也没有全麦面粉怎么办呢？如果呢没有全麦面粉，就基本上我觉得底线到这边好不好？所以如果你裸麦没有的话，就用全麦。那不要连全麦都替代，不然就味道吃起来就是不对。好，那剩下的材料呢就很基本，有我们的速发酵母，然后盐的部分呢，建议大家用海盐，海盐比较不会那么死咸。然后甜味剂的部分呢，我们这个面包没有用砂糖，用的是蜂蜜。蜂蜜会让这个面包甜度吃起来更有一个深度这样子。然后这个面包，如果你想要做成纯素 vegan 的版本的话，你可以把蜂蜜改成枫糖。那这个呢，面包就是一个纯素的面包。Good， 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搅拌盆内加入蜂蜜、水跟速发酵母，先把这3个搅拌均匀。接着加入裸麦面粉、全麦面粉跟高筋面粉，还有盐。用刮刀把干湿材料整体混合均匀。虽然说是免揉面包呢，不过我为了面包组织呢比较完整，比较有孔洞的，我会揉个1分钟，1分钟而已就好。那你也可以选择不揉，不揉的话呢，就是搅拌到这个程度，然后在就刚刚那盆子里面直接发酵就可以了。所以2种方式都可以。好，揉到呢这样均匀的，看起来就没有干湿材料都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然后手上有很多面团，对不对？加一点手粉，一点点就好。然后把面团呢放回我们的整个煮面团里面。刚刚的这个搅拌盆撒一点点手粉。那煎这面包呢，我实验过，我觉得冷藏发酵它风味比较好，所以呢，建议大家用冷藏发酵的方式。最简单的方式，你就是放在室温发酵。所谓室温呢，现在可能28、30度都可以。那你就拿一个毛巾，然后盖上去，然后喷点水，让它保持微湿的状态。然后在室温呢，等了大概30分钟、40分钟左右。封上保鲜膜，进冰箱发酵，冷藏发酵1个晚上，就大概8个小时到12小时都可以。
甚至有时候你没空，你放24小时也 OK。那今天呢，就用小 V 锅来发酵给大家看，在锅子内倒一点水，增加它的湿度。盖上盖子。我的 Vermicular IH 炉是北美版的，因此这边显示的温度是华氏，不是摄氏哦。华氏95度等于摄氏35度。设完温度呢，就来设时间。那时间到的话呢，它自己会关机，然后会有哔哔声提醒你。好，发酵半个小时。哦，看它有点长大了，然后还有那个气孔。那这个是我昨天呢晚上做好，然后经过一个晚上冷藏发酵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的样子。那我们今天的2次发酵呢，会用到这个，就是做面包的这种藤篮，它会让我们面包之后表面有一个很漂亮的花纹。如果你没有的话也没关系，你就用一张烘焙纸，大一点，因为你要比这个面团大概至少两边都多个5到10公分，你才好提起来。如果没有藤篮的话呢，待会整形好圆形之后，你就直接放在烘焙纸上面，然后再放到铸铁锅里面，最后，所以2个方法都可以。那藤篮呢，我们要先做准备，就先把它非常慷慨的淋上很多高筋面粉，就是手粉，因为这样呢，待会才不会粘住我们的面团。遇到这种比较湿黏的面团，你手上可以抹一点油，这样呢就不会沾黏。刮板也可以。这里呢是做免揉欧包最重要的步骤了。如何把一摊看起来这样扁扁的面团，经过折叠的手法，把面团呢整理成有表面张力，然后崩崩的圆形。你等于呢是帮面团打好地基，等等呢它自己呢会发得更好。那要记得是底部缩口朝上，然后这个是正面，放到我们的藤篮里面。接下来做2次发酵。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小 V 锅的话，也没有关系，用室温发酵。那发酵到呢，它大概是长2倍大，然后高过于这个藤篮的大小就差不多了。那当然，如果你用小 V 锅的话，它的温度比较稳定，你就比较好控制你的发酵时间。第2次发酵的温度也是一样，设定95度华氏，然后摄氏约35度，然后时间呢是约70分钟左右。给大家看看，只要在狭窄空间就很有安全感的 Bagel。那我们今天拍片，所以都没人理他，他有点孤单寂寞。那用33度左右，然后我们发酵了70分钟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状况。耶，满模了！如果你是用室温发酵的巧手们啊，就是发到大概这样的状态，然后烤箱预热250度。那我们现在先把它拿出来。那锅子刚刚我有放一点水帮助它发酵，现在呢把水倒掉。那把锅子呢放进烤箱，让它先预热个15到20分钟。那
大概呢发到它长大2倍大，然后准备一个比它大至少3倍的烘焙纸，翻转，一鼓作气，好。耶！用藤篮发酵呢，就有这种美美的纹路。之前呢有提醒大家，面包的篮子内要撒上大量的面粉，如果撒不够，就会像现在这样，唉，粘得乱七八糟。拿锋利的小刀或者是割线刀来画线做纹路，刀尖呢可以沾点油，这样就不会扯到面团，画出来的线条就会更利落。这时候要小心锅子很烫哦。把烘焙纸呢放进去之后，为了怕烘焙纸会影响我们面包的形状，可以用刮刀呢稍微把它推一推。第一阶段的烘烤温度是230度，烤15到20分钟。把锅盖取出，降温到210度，再烤大概15到20分钟，烤到呢面包表面呈现很漂亮的金黄色，出炉喽！小 V 锅的特色呢，就是它的气密度非常高。那这样子呢，就让面团在烘烤的时候，内部的水蒸气帮助它形成脆皮，然后会烤出有这种耳朵的感觉。看一下底部，哦，没有焦很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颜色很漂亮吧？因为我之前烤的时候，有时候温度太高，底不会焦。如果你没有铸铁锅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只要找锅盖可以进烤箱，然后密合度高的锅子，一样可以做免揉欧包的。因为有很多人问我，所以影片内呢，我有再烤一次，使用耐热的玻璃锅，一样烤出来的效果也很不错哦。忘记跟大家说，今天的影片呢也是双主题，除了做免揉欧包之外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超好吃的抹酱——焦糖核桃乳酪酱。这个酱呢，一开始我也是在好事多吃到的，最近都会做好事多的美食。那当然呢，加拿大一样没买，所以呢，我就很想要自己做出这个味道。然后材料超简单，就是奶油乳酪、砂糖跟核桃。那做出来这个抹酱呢，味道超级好吃。然后好事多的话，它一罐都卖蛮大罐嘛，说吃不完可能会坏掉啊，或者是你要冷冻很麻烦。那自己做的话呢，要吃多少就做多少。第一步呢，先把核桃稍微烤一烤，烤香。那核桃是很容易烤焦的坚果，所以温度不要太高。我是用170度，然后烤5分钟到10分钟，就要 check 一下它的上色状况。好。就是烤到这样子，有点上色，然后有坚果的香气，然后就可以了。那把它放凉。那我们现在来煮焦糖。锅子内放入砂糖跟1大匙左右的水，然后稍微呢把锅子晃一晃，让糖浆呢均匀分布。开大火。糖浆煮到琥珀色就可以关火了。加入烤好的核桃，拌炒约1分钟左右。这时候的核桃很烫哦，先不要碰它，让它完全放凉约10分钟左右。那放凉之后呢，那个焦糖会变硬，就很好把它剥离了。那这个焦糖坚果乳酪酱呢，它食谱超容易记的，就是奶油乳酪
是2，然后焦糖核桃是1，所以今天这个是200克，然后这是100克，然后我会特别留下一些焦糖的核桃，因为等等我们把它切碎放进去，它就有颗粒感。然后这个焦糖核桃，我跟你们说，它直接吃就超好吃，这当零嘴真的是太棒了。那我现在把它加入输出机里面。再加大概1大匙的糖，不然没什么甜味。食物处理机大概打2-3分钟。给大家看这个漂亮的奶茶色。切碎的核桃加入抹酱中，等等呢，就可以吃到滑顺跟颗粒的双重口感。跟欧式面包特别搭的焦糖核桃乳酪抹酱完成。自从接触了免揉面包，那为了做出好吃的食谱，我这几年呢试过至少10种版本，有的有加糖啊、加醋啊、加啤酒啊等等。那今天分享的食谱呢，是我目前做过最好吃的版本了。食材加入了裸麦粉、全麦粉和蜂蜜，让这个面包的风味很特别。那它烤出来呢，带有一种淡淡的麦香味。今天的食谱啊是低糖无油配方，然后做出来的这个面包表皮薄脆，内部呢非常柔软，它有一定的孔洞，吃起来带点嚼劲，所以很容易一片接着一片吃。单纯呢抹点奶油已经很好吃了，加上这次的焦糖核桃乳酪抹酱，甜甜咸咸的，坚果味浓郁，而且还可以吃得到核桃颗粒。面包抹上它之后，都快变成甜点了。部落格的文章内有对免揉面包有更多的介绍，譬如不同锅子做出来的欧包有什么差异，当天发酵跟冷藏发酵的差别。如果有兴趣的巧手们可以去看看。我是巧儿，希望这一次介绍免揉欧包的方法，可以让更多想试做欧包的巧手们踏出第一步。祝大家一次就成功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哦，每一则我都会看的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